女孩和丈夫冷战3个月后，偷偷和闺蜜溜去酒吧放纵。男人打电话问她在哪，女孩回答在家准备睡了。男人语气淡漠说了句接视频，女孩回答到接不了没穿衣服。下一秒男人发了张照片过来，没穿衣服的是你旁边这位男模吧？再敢摸一下他的腹肌，老子把你手给剁了！李听雪慌乱地转过头去，却发现温慈将手上的腕表摘了下来。这一幕让她有些不安。李听雪记得上次温慈摘下腕表，将她折腾了整整1个星期不能下床。明明温慈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突然想到自己暗恋了温慈5年，一次酒后失控，两人发生了关系出于责任，男人将女孩娶了回家。李听雪欣喜若狂，婚后抛弃了所有工作和生活，像全职保姆一样伺候着温慈。朋友都说她就是男人笼子里养的金丝雀，可李听雪对此却不以为意，只要能留在温慈的身边，她什么都愿意。可这天意外却出现了，李听雪发现了温慈的第2部手机，里面有温慈情人发来的自拍，并配文温先生，谢谢您的生日礼物。李听雪看得眼睛泛酸，深情在她那里换来的竟是漠视与背叛。温慈突然抢过手机，表情淡然，没有一丝被揭穿的尴尬。她本想止步，却急忙喊住他，温慈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他目光冷淡，我还有5分钟，司机在楼下等着。李听雪瞳孔一暗，心里清楚他要去哪里。温慈，我想出去工作。他愣了下，掏出1张支票递过去，待在家当全职太太不好吗？你不适合工作。话音落下，他转身准备离开，他赶紧拦住，我不怕辛苦，我想出去，我会拉小提琴。男人没耐心多听，瞥了眼表，5分钟到了。说完，步伐冷峻地走出客厅。温慈一走，李听雪就等不到他的消息。周5晚上，黎家风暴骤起，黎氏集团的经济案让长子黎世安面临10年牢狱的重压，辽阔家族在危局边缘岌岌可危。黎父因压力骤然脑出血，紧急入院，生死一线。李听雪执着于医院走廊，手机成了他唯一的寄托。他不停拨打温慈的号码，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正当他快要放弃时，微信跳出一条信息：我还在忙，有事情找秦秘书。他又一次试图拨通，却终被那冷漠的声音打断。我说过急用钱找秦秘书。怔怔的抬眼，医院的电子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一则新闻：温氏总裁为了博得红颜一笑，包下了整个迪士尼，璀璨烟花如梦一般绽放，烟花照亮夜空。年轻女孩坐在轮椅上，笑容甜美，背后是温慈，握着手机和她通话。李听雪的声音染上破碎：温慈，你究竟在哪儿？她声音敷衍：还在忙，没事就挂了，有事跟秦秘书联系。电话挂断，继母叶清婉急着走来，面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李听雪这个事一定要找温慈帮忙。叶清婉的话忽然卡壳，她的目光被电子屏幕上的画面牢牢定住。她又去 H 市了，我真不信那次温慈昏迷，竟然被一个拉小提琴的女人给叫醒了。李听雪没有理会这些埋怨，低垂着眼角，拿起手机拨通秦秘书。那头的人一听是他，又知道温慈对他早已冷淡，语气立刻变得冷硬且咄咄逼人。温太太得先提交申请，温总签字后才发支票，就像您身上的珠宝一样，要登记才能用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挂掉电话，李听雪沉默良久，最后终于抬起头，目光落在无名指上的结婚钻戒上，这是他唯一不需经过温慈允许，也不用秘书备案的东西。他硬着头皮逼出干涩的声音：帮我找个人把婚戒卖了。叶清婉愣住，李听雪你疯了吗？他的眼神却坚定如钢。夜里我很清醒，从来没这么清醒过。我要离婚，要做真正的自己，不想再被养成笼中金丝雀。3天后，温慈回到家，提着行李上楼，推门一看，李听雪正坐在梳妆台前收拾东西。婚后他就爱打理这些琐碎的家务，若不是那张顶尖的脸和完美身材，在他眼中他无异于保姆。他落坐沙发，抬眼淡淡问：你爸病情怎么样？那晚的事我已经指责过秦秘书了，语气轻飘飘，丝毫无诚意。李听雪的心却出奇平静。温慈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明显愣住，这是第一次被他如此当面违抗。前几天你还说想出去工作，怎么转眼又闹离婚了？温太太当久了想出去体验生活，外面多少人拿着几千块工资加班熬夜看脸色，而你住2000平米别墅，当着温太太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李听雪颤抖着嘴唇苦笑：温太太，有我这么的温太太吗？他猛地起身拉她进衣帽间，门一关，密码柜中整排珠宝尽收眼底。哪家的太太用1件珠宝都得向丈夫秘书报备登记？哪家的太太花每1分钱都得写申请单？哪家的太太出门连打车的钱都没有？声音里带着无奈的凄凉。温慈，我们离婚吧。说完，他忙着整理行李，握紧拳头告诉自己，离婚后的生活或许会更苦，但他无怨无悔。温慈脸色阴沉，没想到李听雪会如此反抗，竟敢义无反顾提出离婚。一股怒火从胸口窜起，他把她一把拽起丢到床上，怒声质问：你闹这事不就是为那个白悠悠？李听雪这温太太位置不就是你想得到的吗？怎么现在说不想当了？李听雪在他身下颤抖，心底却隐隐认定，所有的过往那都是他的一手安排。温慈攥着他的下巴，直直将他拉进嘴里，吻得又急又烈，手探过去，缓缓解开他身上缠绕的真丝睡衣。李听雪试图挣扎，却完全无力反抗。就在温慈准备更进一步时，床头柜的手机铃声突然打断了他。温慈皱眉懒散地拿起电话，听见一声冷淡的温夫人声音：温慈，你奶奶身体不舒服，回来时顺带把李听雪也带上，奶奶说想吃她做的莲藕粉糕。他犹豫片刻后不疾不徐答应，一会儿带她过去。挂断后，温慈站起身，一边穿衣一边冷声说：奶奶病了想见你，想闹也等回来再说。李听雪软瘫在床上，渗出无力的气息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温慈终于起身，两人默不作声地坐上劳斯莱斯，车里近得能听见心跳。直到车开到半山腰的庄园别墅，温慈侧头盯着他，眉眼里藏着无奈。奶奶身体差别刺激她，你知道该怎么说？李听雪拉开车门，语气冰冷：放心，温夫人在大厅等治疗的好医生走了，你们去吧。老太太一见李听雪，眼里立马亮了，激动得像盼到了什么圣旨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盼到听雪来了。温慈一把把人推过去，他贴耳低语：知道您身体不好，所以人带来了。老太太笑得眼角
全是皱纹的温柔。黎听雪陪着老太太聊了几句，随后起身进厨房开始做莲藕粉糕。黎听雪离开后，老太太笑意顿消，低声质问温慈那白悠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平时照顾也就算了，还放什么烟花？小心你媳妇吃醋闹事。温慈敷衍几句，说话含糊，没提烟花的事，仿佛那是秦秘书背后的操控。黎听雪回来后，老太太递过点心，直奔主题：孩子们啥时候给我抱个重孙子？温慈眼角偷偷瞥她，听雪还年轻，再等等。老太太心中明镜，却没挑明。两人回去已是深夜，车内温慈声音不算生硬：明天我安排人接你爸到温氏医院，最好的专家给他治疗，你要钱尽管开口，以后秦秘书不会再来你家，珠宝你都收着，我会处理好。黎听雪冷静接收这一切。他们结婚3年，他清楚温慈性格，这点妥协对他来说算主动退让，但他并不敢进，因为他一句关于白悠悠的字都没提。白悠悠未来仍会存在于他们生活的阴影中，他累了，不想再被困在这种无爱的枷锁里，于是坦白拒绝：不用了，我爸现在的医生挺好的。温慈立刻听出话里的意思，他不愿接受他的好意，也坚持要离婚。黎听雪别忘了当初签的协议，离婚你一分没得拿。说完，见他反应迅速，耐心也耗尽，没再多言，回到别墅。他低声吩咐门卫把大门关严点，一只苍蝇都别放出去。下车时揉着眉心，语气夹杂不耐：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难道在他眼中这一切都是他的闹剧？黎听雪胸口一阵凉，沉默半晌才轻声吐露：温慈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不想和你继续下去了。话音落，他拉开车门，迈步下车，背影挺得笔直，像他离婚的决心一样坚决无比。当晚黎听雪睡进了客房，温慈心里闷得慌，懒得哄她。第二天醒来，他发现行李箱没了，急忙去问佣人：太太去哪了？佣人小心翼翼地说：太太一大早就带着行李走了，连司机都没叫。温慈眉头紧锁，气氛瞬间凝重，他索性出门散心。这时他的目光被桌上的报纸吸引，头条全是他和白悠悠的绯闻，标题一个比一个扎眼，简直是在放大镜下火上浇油。盯着盯着，他低声问坐在旁边的佣人：太太走之前看过报纸吗？佣人老实回：没呢，太太没吃早餐就出门了。温慈二话不说，立马掏出手机打给秦秘书：报上的那些新闻给我处理一下。电话那头刚想挂断，他又接着补充：帮我查查黎听雪把婚戒卖给谁了，下午4点之前必须拿到。听到这话，秦秘书明显被镇住：不可能吧，温太太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会卖戒指？温慈没吭声，随手挂了电话。他其实昨晚就已经发现戒指不见了。另一头，叶青晚煲好汤，正准备送去医院，却看到黎听雪拖着行李箱回来了。他嘴角带着几分无奈，夫妻之间哪能不吵架？偶尔偷吃点没啥大不了的。那个白悠悠又寒酸腿，还缺离过婚呢，这种人根本威胁不到你的地位。黎听雪苦笑：我在温慈那儿又算个啥？说着，他把鸽子汤放进保温桶，声音低沉却坚定：一会儿去医院看看爸爸。叶青晚被他这话气得不轻，如今离家成这样，没了温慈撑着，你靠啥活啊？黎听雪低着头淡淡回应：总会有办法的。卖婚戒的钱够爸半年的医药费，还能支付哥哥的律师费。我打算卖掉这房子，而且会自己出去挣钱养家。话落，他的眼眶微红，那是母亲留给他的家，尽管生活再难，他从未想过动这根基。叶青晚愣住，没再多劝，两人整理好便往医院赶去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，黎父的病情终于趋于稳定。下午主治医生来查房，江延彻年轻却是脑外科的顶尖专家，身高185，外形帅气。给黎父仔细检查后，他目光扫向黎听雪，轻轻点头：我们出去谈谈。黎听雪心想，难道是因为病情恶化了，加上自己跟温慈闹着要离婚，现在可怎么办才好？两人走进一条寂静的走廊，江延彻率先开口：昨晚我跟外科几个主任谈了，大家一致觉得黎先生后续得接受定制康复治疗，不然恢复不了以前的状态，费用有点高，1个月差不多15万。这数字对现在的黎听雪来说简直天文数字，但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那就治疗吧。江延彻合上文件，目光沉稳地盯着黎听雪。其实两人以前认识，只是黎听雪已经忘了。正当他准备说点什么时，对面传来温慈清冷的声音。黎听雪伸手挑了挑眉，带着几分轻佻地朝江延彻招呼：江师兄，好久不见了。江延彻淡淡应声，顺势握住对方的手：温总，稀客啊。温慈紧握了几秒，随即松开，斜眼瞥向黎听雪，挑眉问：去看看吧。两个男人刚见面就这么热络，黎听雪没意识到自己在江医生面前黑脸，多少有点亏，只得点头回：江医生，我先去一趟。温慈注意到江延彻看黎听雪的眼神里藏着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意味。快到病房门口时，他突然一把揪住黎听雪细细的手腕，硬生生将她困在自己和墙壁之间，声音低沉沙哑：跟他聊啥了？黎听雪试图挣脱，却被一次次按回去。温慈，咱这是医院，你别拽我。温慈脸贴近他耳侧，语气里冒着危险的火光：知道我是谁吗？黎听雪听出他欲言又止的暗示，冷冷回：我没你的勾心斗角，所以也没闲心乱来。放心，在咱们没离婚之前，我不会有别人。话刚落，他用力推开温慈，拐进病房。温慈也跟了进来，眉头紧皱，似乎对不是单人间的环境有些不满，但毕竟坐下跟李府聊了会儿天，凭着商场多年的老练和讨好技巧，也让李府放下了些顾虑。李府对于温慈一直都挺认可的，尽管当温慈提议换医院，他被拒绝了，但他也没勉强，这里挺好的。江医生是个好负责人，他拍了拍李府的肩膀：爸，您习惯就好，我先带听雪回去，您多保重。黎成功点头目送两人离开，转头问叶青晚：最近他们是不是闹别扭了？叶青晚手微微抖了下，急忙掩饰：没事儿，黎听雪和温慈挺好。黎成功叹了口气：你骗人。他盯着叶青晚，听雪之前看温慈眼里有光，现在没了。叶青晚哼哼唧唧半天，他终于开口：你劝劝他吧。黎成功沉默良久，低声道：不劝了，不提了，就当我没听见。石安没自由，我不想听雪也没自由。另一边，黎听雪被温慈硬生生拉上车，
车，刚想下车，手腕就被死死掐住。温慈虽然对黎听雪的感情淡漠，但绝不准备换太太，因为那会扰乱他的生活和温氏集团的股权。沉默片刻，他掏出一个丝绒盒子，缓缓打开，露出里面那枚熟悉的戒指。黎听雪喉头一紧，那是他那晚卖掉的婚戒，温慈买了回来。温慈冷声道：“戴上吧，然后跟我回家。以前的事统统当没发生过，你还继续做我的温太太。”男人难得露出宽容，可黎听雪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温慈耐心迅速耗尽，语气转为不耐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黎听雪声音低沉：“离婚，我想和你离婚。”正说着，温慈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秦秘书打来的电话。白小姐刚才下床不慎摔倒，可能伤到腿部神经，情绪也很糟。温总要不要去 H 市看看她？温慈握着手机沉默未语。黎听雪冷冷一笑，侧身抓门把手：“我先下车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头也不回地迈出车门。温慈目送他的背影消失，沉声吩咐秦秘书给他找最好的医生。秦秘书显然意外：“您不去 H 市看看？”他没回答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接着，温慈试着给黎听雪打过去，电话打不通，微信也被拉黑了。他怒气冲冲地扔开手机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承认黎听雪真的要离开他了。可如果他不点头，黎听雪依然得当他那可怜的温太太。3天后，温慈在办公室收到了黎听雪寄来的离婚协议书。他靠着桌子问秦秘书：“最近听雪忙啥呢？”秦秘书赶紧回：“好像在卖宅子，来看的还不少呢，但没人下手。他还找了份工作，大学时拿过奖，有个不错机构有意签约，工资待遇挺好的。”温慈冷笑，叫人去压低那宅子的价格，砍到最低买下了。至于工作，他吃不了苦。秦秘书愣了愣，小心提醒：“温总，您不是最恨他吗？为啥没对黎家下了狠手？”温慈斜你一眼：“还不快去！”秦秘书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拿起手机半响才拨通了电话。2天后，黎听雪终于把房子卖了，市值5000万的豪宅硬生生被压到2800万。叶怡火冒三丈，骂买主太贪，而黎听雪抿紧嘴唇，忍着痛狠心割舍。哥哥等不及见他一面，他绞尽脑汁联系上了黎听雪，两人隔着玻璃悄声说话：“去找孟艳回律师，雪儿她能帮我也能帮你。”黎听雪还想问更多，却被人催促离开。他望着妹妹的背影，眼中涌上难舍。临走时无声地用食指轻点嘴唇，默默道了声保重。刚出看守所，黎听雪的手机就响了，那是培训机构打来的电话，语气客气又敬重，称她为温太太，表示暂时不缺人手。挂断后，他默默叹气，心里猜到这是温慈的暗示，逼他回头。可他清醒地知道，温慈从没把他当回事，那只不过是个维系温氏股价的门面需要，自己在他心中一文不值。正当他沉浸失落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接起那头传来男人冷峻而清贵的声音：“黎听雪，我们谈谈吧。”黎听雪正因此烦恼，心想谈谈就谈吧，刚好说开对谁都好。抵达温氏集团顶层的总裁办公室，温慈面对面前的女孩，挑眉微笑：“温太太为何不就坐？记得你以前常坐在这里，带来自制的点心，还不厌其烦的腼腆的推销，现在就不认得位置了吗？”黎听雪语调冷冷的：“温慈，今天不是为了叙旧而来。”温慈轻轻笑出声：“那是求情来了。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刚仔细算了笔账，以黎家的现状，你每月至少要挣3-4万才能补上这个窟窿。”黎听雪面无表情的回应：“若温先生愿意高抬贵手，我总能找到办法。”温慈瞥过来，表情中带着一丝戏谑：“上周你还嗲声嗲气叫我温慈，这么快就成了温先生？”黎听雪声音压低，神情凝重：“离婚后，我一无所有，你损失不大，完全可以再娶一个年轻貌美的。”温慈一听，冷笑着挖苦：“然后呢？让你顶着前温太太的帽子，四处给我找麻烦。”黎听雪被他的话刺痛，满脸愤怒：“若不肯离婚也不放过我，我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。”温慈脸色阴沉，快速逼近黎听雪，手指钳住她的下巴，冷声质问：“你是打算去卖吗？”黎听雪全身颤抖，却没有否认。温慈却大笑起来，讽刺地说：“在这个圈子里，温太太的头衔足以吓退所有人。还有我们婚礼那晚的事，你到底有多痛忘记了吗？”黎听雪脸色煞白，婚礼那晚，温慈因报复心态而对她十分粗暴。此刻，温慈松开了她，轻轻抚摸她的脸颊：“回到我身边，当我的温太太，我们还能和过去一样。”黎听雪讽刺地笑出声：“与从前一样。”事后每每讨好你，却得不到一点关心和尊重，秘书都能随意给我脸色，像过去那般和别人共享丈夫，这样的婚姻我不屑一顾。这个温太太的位子还是留给别人吧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回到租住的小屋。叶清婉关心地问：“你哥哥怎么样了？”黎听雪略显无奈：“哥让我找一个叫孟艳回的律师，他说此人可以帮助我们打官司。”叶怡微微蹙眉，有些困惑：“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，不管怎样，先设法找到他。”黎听雪长出一口气：“我已经联系沈晓，让他帮忙查一查。他和沈晓从小一起长大，而对方大学毕业后成为模特，走遍全球，交际广泛。”叶怡沉默片刻，关切地问：“下周你不是该去培训机构上班吗？”黎听雪轻声低语：“不用去了，得另找工作。”叶清婉不解，追问原因。黎听雪故作轻松道：“温慈已在那边示意把我放弃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叶怡，我还可以再找工作。报纸上不是有很多招聘信息？”他以为叶清婉会责怪，然而后者只是在沉思良久后轻轻说：“只要你哥哥出来就好。”说罢，便转身走进厨房。不久，厨房传来他压抑的声音：“听雪，并非叶怡心狠要你看温慈的脸色生活，而是黎家真的撑不下去了。若你哥哥无法出来，那你今后该怎么办？”叶清婉话音未落，泪水已湿了眼眶。黎听雪心中压抑着同样的悲伤，但仍努力克制情绪，轻轻拍了拍叶清婉的肩膀：“叶怡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就算没有哥哥，我也能撑起这个家。”叶清婉一听，终于难以自持，失声痛哭，转眼
几天过去了，黎听雪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因为 B 市的机构早已被打过招呼。无奈之下，他降低了要求，在一家演出公司拉小提琴。为了多赚一些钱，他每天要连续演奏6小时以上。短短几天，细长的手指上已满是水泡。尽管生活如此艰辛，奔波劳碌，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傍晚，黎听雪去医院探望父亲，顺便到顶楼观赏日落。江延彻悄然站在他身后，陪伴着他一同望那落日余晖。他转过身，看到江延彻，微有些局促的招呼：“江医生。”贺志远的目光柔和，夹杂着一丝久远的怀念。听雪，小时候你总叫我延彻哥哥，夏夜里喜欢在小帐篷里睡，我妈常给你送冰粉，她这几年念叨你呢。黎听雪想了许久，恍然记起轻声喃喃：“延彻哥哥。”江延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，这里面有20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应该够叔叔用的医药费了。黎听雪坚决拒绝：“我能自己挣到，真的。”江延彻看着他贴着医用胶布的双手，心中不禁一紧，轻声说：“听雪，其实你不必这么辛苦。”他拿出药膏，轻轻为他处理伤口。黎听雪低声道：“过去我一直在别人的庇护下，没有自我，虽然现在一无所有，但24岁的我想自己重新开始。”在医院待了2个小时，他便匆忙离开，因为晚上7点有个酒吧的商演，他需赶去表演小提琴。演出结束已是凌晨，黎听雪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，大楼巨大的屏幕正播着娱乐新闻。温氏商业大亨特意飞往 H 市，与红颜共度浪漫中秋。白悠悠在采访镜头前微笑甜美，这个中秋过得非常幸福，希望接下来我的腿能康复，也期待能向音乐鬼才学习小提琴。被问及温先生，他眼中略显心虚。温先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4年前他曾冒名黎听雪，让温慈误以为天天苦练小提琴的是他。温夫人因不满而系抛头露面，将黎听雪约到咖啡厅谈话，要体验生活，我可安排你去最好的乐团，这种地方岂是你这个温太太该来的？而且你看看你身上穿的都是什么？在温慈回来前，所有得恢复正常。对温夫人的一番话，黎听雪只是淡淡一笑，我觉得这样挺好，我们就要离婚了，她应该清楚吧？温夫人僵住，第一次见黎听雪用这样的态度说话。黎听雪直截了当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您今天找我谈我还挺意外的，以为您一直希望我和温慈离婚。温夫人意识到黎听雪已经不再像过去般唯唯诺诺，而是变得伶牙俐齿，愈发坚韧。温夫人语调平淡地说，我确实没怎么喜欢你，但相比之下，更不想白悠悠嫁入我们家。她那混乱的背景居然敢妄想进温家。听雪低头，嘴角泛起一丝笑意看着，不过她没机会了，腿受了伤又离过婚，普通男人都不会选她，更何况是温慈。温夫人说完，站起身来环顾周围，轻声说道，我会与温慈商量，让他带你回家。黎听雪在咖啡厅落寞地坐了几分钟后，准备去会场继续演出。夜深时，天空下起了雨，黎听雪为了保护她的小提琴，赶紧脱下外套，套在琴带上，快步奔回家。然而她正巧撞见从公司归来的温慈，她穿着黑白相间的经典西装，坐在宾利里显得悠然自得，在雨夜中与黎听雪对比显得更加狼狈。两人隔着雨默然对视。黎听雪知道温慈给她提供了方便，若她坐上车，马上会有温暖的毛毯和热水，次日也不必再去商场演出。可这并不是她所追求的。黎听雪用手遮住头顶，加快脚步奔跑，雨声声声敲在温慈心里。她没有下车，只看着黎听雪擦肩而过，注意到她贴着胶布的手指，朴素的衣着，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饰品。即便如此，黎听雪也没有屈服。温慈沉默许久，终于对秦秘书道，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黎听雪不在那家机构，而在这种不体面的地方工作？她是爱吃苦吗？秦秘书心中一阵打，我以为这样会让太太早点回家。温总，我可以向太太解释说这不是您的意思。温慈语气略带嘲弄道，你认为我做和你做有什么区别吗？秦秘书松了一口气，但接下来温慈的一句话让他如坠冰窟。温慈冷冷地说道，下车。秦秘书愣住，温总，外面在下雨。温慈讥笑一声，黎听雪能在外面跑，你也不能落后。秦秘书哪一点让你觉得自己比他娇贵？秦秘书感到无比尴尬，心知这是对他自作主张打压黎听雪的惩罚。他低估了黎听雪在温慈心中的位置，高估了他自己的重要性。他颤抖着腿下车，冒雨奔跑。温慈淡然地注视着眼前画面，心中疑惑为何非要让黎听雪回去。他对于黎听雪并无情感，而对白悠悠的好感只是因曾被他的小提琴声震撼过。至于黎听雪，或许是习惯了他存在的生活吧。几天前他有对袖扣找不着，若是黎听雪在的话，定会知道具体位置。还有昨天清晨换衣服时被衣柜上的拉手碰了一下。以往黎听雪总是细心处理这些秋冬容易起静电的物件，生活中有黎听雪其实很舒坦。而另一边，黎听雪在雨中奔至租住的房子，叶清婉拿着毛巾过来，一边替她擦头发，一边埋怨说，这么大雨怎么不打个车？黎听雪轻声解释，雨天不容易打车。叶清婉看到黎听雪满是伤痕的手指，鼻子不禁一酸。记得黎听雪是音乐学院的佼佼者，多少大师想收她为徒，连那位魏姓音乐鬼才也多次上门，现在却在那种地方拉琴。黎听雪看透他的心思，轻声安慰说，等爸爸病好了，哥哥出来，我会继续深造的。叶清婉脸上终于露出笑容，阿姨相信你，到时我们也能成音乐家。黎听雪也跟着浅笑回到房间。演出公司的经理打来电话说，明天有个高档法餐厅开业，拉琴4小时能赚2500块。黎听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夜幕降临在 B 市金华路的一家高档法餐厅，这里灯光璀璨，黎听雪坐在水晶吊灯下，娴静地演奏着小提琴，宛如一幅动人的画。餐厅的玻璃窗外，温慈坐在他的黑色宾利中凝望着他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黎听雪拉琴。他没进餐厅，只是静静地在外等待，似乎不愿打扰。看到有男士向他递名片，他只是微笑着拒绝，一心沉浸在乐声中。温慈对此感到满意，心中暗暗想着，只要黎听雪
可以回到他的身边，他愿意忽略所有的不和。时间到了晚上10点半，餐厅结束营业，黎听雪收拾好琴，准备离开，却意外的被江延彻拦住。他冲他挥手示意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黎听雪刚想拒绝，却见他从车内拿出一个保鲜盒，我妈特意做的手工水饺，都是你爱吃的芹菜馅。黎听雪有些不好意思，笑着说道：“阿姨还记得啊。”江延彻亲切的笑，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上来吧，正好顺路。面对这样的邀请，黎听雪不好意思拒绝，便上了车，系上安全带，随他离去。温慈看着他们的车渐渐远去，脸上露出阴沉的神色。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，得到的答案证实了他的猜测。原来这餐厅的幕后老板正是江延彻。黎听雪并非不了解其中的关系，江延彻的200万支票和送来的水饺，说是过去的情分，显得有些牵强。思索片刻，他轻声说道：“延彻哥，家里的事我能处理，以后就别麻烦你了。”江延彻理解他的言外之意，没有勉强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有事记得随时联系我。”黎听雪心底有些感动，却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无奈和顾虑。送走江延彻后，黎听雪慢慢走进昏暗的楼道，灯已经坏了，四周一片漆黑。他正想用手机照亮，突然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揽住。透过窗户的微弱月光，他看到了来人的脸，愤怒中透着一种痛苦。温慈，你松手！温慈紧紧握住他的双手，高高举起，固定在他头顶，贴近他耳边低声道：“就因为他，你才想跟我离婚？”黎听雪轻轻摇头：“不，我没有。”温慈的嗓音低沉沙哑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没发现他跟我有几分相似？你是想找替代品吧？”黎听雪冷冷的调侃：“温慈，你在吃醋。”他轻蔑的笑着：“可别自作多情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你现在还是温家的妻子，别跟那些不相干的人纠缠不清。”黎听雪的笑意更显冷淡：“那你又如何？你以为那样就可以吗？”温慈神情复杂，关于白悠悠的事情，他并不很在意，多由秦秘书处理。偶尔他去 H 市出差，会去看看，但这些他从未和黎听雪详细提过，因为他觉得没必要。沉默片刻后，温慈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递给黎听雪：“这是我的副卡，每月有200万，不够的话让秦秘书送过来。”黎听雪知道接过这张银行卡意味着什么，他摇摇头，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温慈，你的这些好意来得太晚了，到现在你还是没弄明白，我们为什么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。他面色疲惫地说。温慈语气中有些讥讽：“你是指感情？黎听雪，当初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，就别奢望那些不属于你的情愫。”黎听雪不想再纠缠，转身走向漆黑的楼道深处。温慈回到车里，抬手揉了揉眉心，事业上他一路顺风顺水，却被一个不愿回家的妻子弄得心烦意乱。另一边，黎听雪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，正准备开门时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黎听雪。”他转头看到沈晓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沈晓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”沈晓笑着解释：“我去医院找叶姨，她给了我地址。”沈晓拍拍行李，刚下飞机就赶来了，快给我弄点吃的吧，快12小时没吃东西了。沈晓踏进屋子，鼻子一酸，转身抱住了黎听雪。黎听雪心中清楚沈晓的心思，没事，沈晓，我住在这挺好的。沈晓心里明白黎听雪在撒谎，这地方怎么会是她习惯的呢？作为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孩，往昔离家的洗手间都比这地方宽敞。沈晓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快给我做饭，我先洗个澡，今晚住你这儿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黎听雪情不自禁地又抱了他一下。沈晓洗完澡出来，看到饭菜后神情复杂：“家里的事情叶姨都告诉我了。黎听雪，你总在那些地方拉琴不太行，我们得珍惜你的羽毛，要不去莫逸轩那里吧，毕竟那是个正经6星酒店，我跟他提过了，每晚演奏一次2000，月休4天。”他顿了一下，似乎想起什么：“你还记得魏老师吗？听说国内有个富豪设了个项目基金，邀请他回来主持，还让魏老师带一个年轻人。”黎听雪表示自己知道，并补充道：“是温慈安排的。”沈晓不由得吃惊，那个小三就是白悠悠，这俩人还阴魂不散。当年要不是那个意外，你早就和魏老师出国进修了，哪需要现在这样辛苦？黎听雪淡然回应：“魏老师和我联系过，他希望我能在这4年内跟着他学习。”沈晓听后非常激动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！黎听雪微微一笑，点头同意。第二天清晨，沈晓带着黎听雪来到莫逸轩旗下的皇庭酒店，莫逸轩亲自接待，并给他安排了工作时间，每晚8点到11点，月薪6万，条件十分优渥。这消息被温夫人知道后，立即打电话给温慈，怎么能让黎听雪这样抛头露面？莫逸轩是什么人？还有那个沈晓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绝对不能让黎听雪跟他一起。温夫人语气急切：“温慈，你得管好你的太太。”温慈漫不经心地回道：“妈，黎听雪正和我闹离婚，你让我怎么管？”温夫人为了温家名声说了半天，结果她油盐不进，径直挂断了电话，放下手机。温慈半侧身问秦秘书：“黎听雪真去了莫逸轩那里？”秦秘书回答：“是沈晓介绍的，就是那个传言不佳的模特。”温慈对沈晓和莫逸轩毫不在意，心中却浮现出江延彻看黎听雪时的目光，那分明是男人欣赏美人的眼光。所谓从小住在一个院子，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温慈淡淡下令，今晚和秦云的应酬安排到皇庭酒店。秦秘书意外过1秒，因为商谈通常在商务酒店，这次特例大抵是因为黎听雪。晚上8点，场面如约展开。莫逸轩与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打牌，他们可算是全市2代中的翘楚。温慈稍晚来到，莫逸轩给他递上一杯酒，调侃道：“你可是我这里的稀客啊，不过还有个更稀罕的人。”温慈，猜猜看。温慈微微一笑，早已猜到是谁，无非是江延彻那家伙。这时乐声响起，黎听雪如常安置好小提琴，刚想奏乐，目光定住，因为他发现温慈也在。一阵微微的颤音一出，但琴声依旧悦耳。即便温慈不懂音律，这首小夜曲却让他有一丝熟悉感，似乎在某个
个时刻听过。当台下的秦云开始动了心思，他与黎听雪有过节。曾经，秦云的妹妹秦倾城热切追求温慈，却被黎听雪捷足引来，使秦家错失联姻对象，心中一直不快。现在知道黎听雪要与温慈结束婚姻，这正是他报复的机会。不过他并未直接动手，而是试探性的说：“温慈居然在这儿也能见到黎听雪。”温慈手中把玩着打火机，未发一言。秦云认定温慈并不在意黎听雪，便招呼他过来，为他斟上3杯红酒。黎听雪，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。过去倾城不懂事，闹了些矛盾，今天我带他向你赔罪。3杯酒入喉，他目光直视黎听雪。黎小姐，你不会拒绝这和温家的温太太给我这个脸面吧？莫逸轩注意到温慈无意干涉，还没来得及插话，黎听雪冷冷端起一杯红酒。如果我喝完这3杯，就算喝完所有难处，你是不是从此不再为难我？秦云狡黠的眯起眼，他确实打算在黎听雪离婚后好好折磨她，却没想到黎听雪远比他想象的聪明。不过3杯酒也够他吃苦头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喝了这3杯，一切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即便日后离婚，我也不找你麻烦。黎听雪酒量不佳，一杯已经令他眩晕，但如今不得不喝下。家里这个时候他不能再增加敌人，仰头一杯红酒下肚，雪白脸庞泛出淡淡绯红。饮下第2杯后，莫逸轩出声劝道：“秦云差不多得了。”但秦云没打算停手，仍示意黎听雪继续。黎听雪其实已经失了力气，但仍举起第3杯。就在他正要饮下之际，温慈突然开口：“够了！”在场众人震惊，原以为2人关系已经破裂，怎么会这样？温慈从沙发上起身，轻轻握住黎听雪的腕，又夺过她手中的酒杯，一双锐利的目光不满地投向秦云。最后这杯酒，我替我的太太喝。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接着头也不回地搂着黎听雪离开了聚会，场面陷入诡异的沉默。众人心里明白，秦云这下是彻底惹恼温慈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莫逸轩才拍了拍秦云的肩：“认错人了吧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料到温慈会出手。细想一下，若他真对黎听雪毫无情感，早在黎家岌岌可危时就该分道扬镳了。”酒后微醉的黎听雪被温慈开车带回别墅，佣人听到动静赶忙迎出，恭敬询问：“先生，需要准备宵夜吗？”但下一句让他惊愕：“太太回来了。”温慈解开安全带后，柔声吩咐：“煮一份醒酒茶送到楼上。”他喝醉了，佣人心领神会，赶忙去准备。温慈转头望向副驾驶座上熟睡的妻子，黎听雪沉沉睡去，纤细的脖颈微微而立，轻柔的身体随着呼吸微微起伏，嘴唇微张，仿佛在激发温慈的欲望火焰。他将黎听雪小心地抱回房间，低下头，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佣人做好醒酒茶，本欲送入房内，却透过门缝捕捉到豪华大床上的暧昧景象，知趣的止步。第2天，温慈醒来，注意到黎听雪的额头滚烫，他立刻下楼吩咐佣人请了医生过来。医生仔细查看后建议，烧得不轻，需要打退烧针，并提醒温太太身体虚弱，得注意营养。温慈心里明白，黎听雪是因为常常忙得来不及吃饭，再加上劳累过度，身体才这样亏损。以前她可是娇贵的不得了。医生离开后，楼梯传来脚步声，温慈以为是佣人回来，于是吩咐煮碗白粥送上楼。然后他看到门口进来的是秦秘书，当他看到床上的黎听雪时，显得很惊讶。温慈认出秦秘书带来他之前送洗的西装，眉头微蹙，把东西放沙发上，告诉他以后不用处理这些私人事务。秦秘书有点不自在，他喜欢为温慈处理这些，仿佛自己是温慈的太太，但他的心思似乎被温慈看透了。温慈走到客厅查看那几套衣服，虽然洗得很干净，但上面的溶剂味道让他不舒服，更不喜欢别人碰他的私人物品。秘书下楼后，在1楼大厅的沙发上优雅地喝茶，姿态仿佛是女主人。温慈坐到他对面，秦秘书微微一笑，试探着谈论温太太的事情。他询问温慈是否仍然需要通过他来处理燕太太的生活费和首饰登记，这让温慈心生厌烦，因为黎听雪提离婚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些问题。秦秘书见他没回应，又自作主张地说他会安排好的。温慈觉得秦秘书固执，于是考虑片刻，提出下个月让他去加拿大的分公司，职位和薪水不变。秦秘书愣住了，勉强挤出僵硬的笑脸，试图解释有男朋友了。温慈沉默，秦秘书又咬牙说下个月会寄来他的婚礼请柬。温慈听后慵懒地起身回应：“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”秦秘书浑身颤抖，内心明白温慈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但在离开前忍不住追问：“是否因为黎听雪？”温慈脚步微微停顿，严肃地说：“不是，而是因为他越界。”黎听雪在床上昏睡了个把小时，睁眼时发现自己神情恍惚，他猜想温慈在想些什么，虽然什么也没发生，醉成那样了能做得了什么？他的身体告诉他温慈没有撒谎。此时佣人端粥上楼，口中感叹先生上午如何吩咐准备温补的东西。黎听雪漱口后喝下鱼片粥，感觉身体舒适些。温慈从佣人手中接过托盘，将它放到卧室的小圆桌上。黎听雪喝完粥，温慈问道：“奶奶电话中提到希望我们回去看看。”温慈奶奶对黎听雪很是关心，她不愿让老人难过，但离婚的消息迟早要告诉奶奶。黎听雪斟酌片刻，让温慈去解释。她疑惑地问：“解释什么？”温慈眼神炯炯地盯着黎听雪，语气直接：“你要跟我离婚，急着不见奶奶，是怕我毁了你的好事。”黎听雪无心争辩，起身欲走，却被温慈抓住手腕，一阵拉扯间，门口传来敲门声，佣人轻声汇报：“先生，亲家奶奶打电话来，问太太是不是跟您在这儿，怎么回？”黎听雪猛地推开温慈，赶紧答道：“我马上回去。”她大步走向门口，温慈连忙建议：“我送你。”黎听雪摆手拒绝：“都要离婚了，何必这么殷勤？”温慈心情不佳，只是沉默地拉着她下楼，把她塞上车。车门甩的声响很大，过去的黎听雪会在意，而如今她只是靠在椅背上，心思游离。她猜想温慈要么心烦意乱，要么在白小小那儿受了气。温慈开车把黎听雪带到她几天前弹琴的法餐厅，尽管这家餐厅刚开业，她才在这儿演奏过小提琴，现在却已关门倒闭。黎听雪终于明白温慈坚持要载她的原因。车停在她公寓楼下，温慈缓缓开口：“知不知道那家店是谁开的？”黎听雪心里有了答案，但保持沉默。温慈冷笑：“我不知道江延彻为何帮你。温太太记得你可是已婚人士。”黎听雪淡然一笑，温慈的心思不难揣测，这不过是男人的占有欲，他
他即使不爱自己的妻子，也不愿别人染指。黎听雪不想对温慈屈服，也不愿牵连江延彻。我们的婚姻跟他无关，温慈，你别找他的麻烦。温慈注视他的眼睛，我相信你。黎听雪移开视线，轻声回应，我不是。温慈盯了他几秒，又问道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让你选，你会嫁给江延彻还是我？黎听雪没料到会有这样的询问，而温慈显然不在乎答案，他亲自为他打开车门，淡淡的说，下车。夜幕降临，黎听雪紧了紧衣服，脑海中回想着温慈的问话，若人生能重来一次，他会如何选择？黎听雪微微一笑，年轻时总会选自己爱的，即使是飞蛾扑火，哪怕咽尽苦楚。如今现在这个结局，或许我会挑选爱自己的。然而世事岂能假设那么多？第二天黎听雪刚醒来，便收到温慈发来的微信内容，晚上去看奶奶，下班去皇庭接你。黎听雪不多理会，简单洗漱后出门去了医院。夏成功的精神略显好转，林清婉扯了会儿话，随后把黎听雪喊到一旁。昨天医院忽然派何医生去外地学习，说这段时间都回不来。听雪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江医生有事？黎听雪微微一怔，这该不是温慈给她的另一重警告？在此刻，她终于体会到温慈的占有欲，那并非针对她黎听雪，而是针对温太太这个头衔。为了安抚林姨的担心，她轻声承诺林姨，您放心，我会有分寸的。林清婉先一步走进病房，黎听雪站在走廊上低头盯着手机，思忖着要不要给江延彻打电话道歉，但最终还是无奈的放弃了。或许对于成年人而言，不去打扰反而是最好的保护。整个上午，黎听雪都在医院度过。午饭过后，她计划去买几根琴弦，刚走到公交站台，一辆黑色路虎在她身边缓缓停下，车窗降下，秦云那张脸庞映入眼帘。曾经秦云对黎听雪带着点不屑，觉得她会依附着温慈不放，而现在她心中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情绪，竟然不由自主地问，去哪儿？我送你。由于秦倾城的关系，还有前几晚的麻烦，秦云和黎听雪的关系算不上融洽，此时提出送她，黎听雪立刻觉察出他的别有用心。秦云，你说过不会再为难我。他盯着他，半晌才淡淡开口，我确实说过。话音刚落便驾车离开。黎听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在皇庭16层又碰上了他。秦云正和几人坐着打牌，身边没了那些小明星小模特的陪伴。黎听雪一上台，秦云抬了一下头，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恰巧被莫逸轩看在眼里，他故作随意地问，秦云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？哪阵风把你吹这里了？秦云语气淡淡，不欢迎。莫逸轩轻笑起来，哪能啊，我巴不得秦总天天来给我捧场呢。秦云只是一笑置之。正当两人闲聊时，温慈也走了过来。莫逸轩打趣道，温慈也来了，是来接黎听雪下班吧？温慈在莫逸轩对面坐下，提到待会儿带黎听雪回老宅住一晚，奶奶挺想她的。莫逸轩又笑，有点意思，不过现在还能请得动下舒言吗？我听沈晓说你们准备离婚了，黎听雪的离婚协议都送公司去了吧？温慈对这些私事毫无分享的欲望，只是抬头望向秦云，注意到他看黎听雪的眼神有些异样。温慈心想，秦云这个家伙不老实，不会看上黎听雪了吧？